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辽宁舰穿越第一岛链，亮剑西太平洋，日本准航母前来观摩。12月17日对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它的2周岁。在2年前的这一天，山东舰在中国海南三亚正式交付中国海军进行服役。山东号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是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不断发展的重大标志。重大成果，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哥哥辽宁舰给山东号送上了一份大礼。根据日本自卫队在16日深夜通报，发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与其他3艘中国舰艇所组成的航母编队的踪迹。15日上午11时，中国航母编队在日本长崎以西的东海海域航行，航行方向为东南方向。16日穿越琉球群岛内的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南下。除此之外，日本自卫队还通报，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进入太平洋后，还进行舰载机歼15的起降活动。歼15是中国自主研发的4代机，是辽宁舰上的主要舰载机。针对于这次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日本方面非常紧张，要不然日本自卫队也不会深夜发出通报。而且根据现场显示，日本派出了自己的准航母出云号以及1艘驱逐舰，还有2架海上巡逻机紧急赶赴该海域。根据报道，中日2国舰艇最近距离仅有30多海里。众所周知，辽宁舰虽不是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但买的时候基本上只有一个外壳，航母改装、续舰、测试都是由中国自主完成。这次日本展现的动作说明日本非常心虚紧张，其原因有2个。首先，如果根据报道仔细对比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所走的路线，会发现中国其实已经打破了美国第一岛链的封锁。第一岛链是美国以遏制中国而设，主要自日本群岛向南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呈现出南北排列。美国的意图就是想通过岛链来将中国锁在这一岛链范围内，阻止中国进入广阔的太平洋。而日本是这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一个重要管理者。这次中国航母编队穿越宫古水道进入太平洋，相当于美日的第一岛链对中国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宫古水道一直是第一岛链最宽的水道，是最易突破的岛链口，而且宫古海峡离台湾非常近，顺道也可以震慑一下那些数典忘祖、挟洋自重的台独分子，又震慑了美日，显示出他们对于中国的地缘限制目前已经失败，真可谓是一举两得。所以日本认识到第一岛链已经彻底对中国失去作用，而且这已经不是中国海军第一次突破第一岛链，所以日本方面会非常焦虑。当日本航母看到中国航母后，很容易产生一种心虚、心酸感。在上世纪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的海军吨位受5国海军条约限制，不过日本海军钻了条约的空子，大力发展航母，由此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建造和拥有航母的国家。而且在2战中，日本也一度成为世界上拥有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8艘航母，而当时美国航母才5艘。但由于日本发动非正义、恶行累累的战争，最终全部在战争中报销。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做出限制，不准日本拥有航母。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借口帮助美国老大遏制中国，才钻了空子，弄了2艘准航母出云号和加贺号。这次日本派出出云号跟踪、监视、对阵中国航母的画面，真让人感觉日本会有些自不量力。日本的出云号经过改装，只能搭载从美国采购的垂直起降型 F-35B 战机，而且仅能搭载12到15架。垂直起降型的航母对战机的里程以及性能有很大的限制条件。不过这还不算关键，最为关键的是，当时出云号没有1架 F-35B 战机，可能只有几架直升机。虽然日本在2019年已经向美国求购了100多架 F-35战机，但目前还未交货。日本的飞行员目前甚至还在意大利进行训练，所以当日本亲身经历这一幕，估计是既心酸又心虚。不过让日本尴尬的是，美军舰队此时没有出现在这里，因为前不久一直游搁在西太地区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已经离开了该地区，美军又出现了航母荒。不得不说，美军的兵力很有可能正在遭遇兵力装备不足的短板。难怪从2017年开始，美军每年都要去采购大量的海军舰艇。美军还提出动态兵力部署的新作战概念，其实就是兵力不足的显现。这次日本自卫队深夜发出通
公告，不排除向美军喊话，要求美国航母赶紧回归的可能性。003型航母的各种信息随处可见，其热度远远超过了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可见国人对它寄予的厚望。003型作为下一代航母，对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抗衡美国现役航母的主力尼米兹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003型航母就与上一代的华越航母没有本质的区别。为此，它必须拥有弹射器、舰载固定翼预警机、海丝带这3大件。新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新型弹射器已经进行了广泛的陆基实验，新一代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的公开信息也越来越多，唯有舰载4代机是个例外，一直神龙首尾都不见。曾经被认为有很大上舰希望的古鹰现在看来也很难当此大任。真正的舰载4代机是以 FC31型验证机为基础重新设计出来的某新型舰载战斗机。既然是重新设计，时间节点肯定要大幅后推。FC31要变身舰载4代机，改动幅度小不了，因此舰载4代机十有八九会拖延003型航母完整战力的形成。但从抗衡尼米兹的角度出发，它又是必须的。虽然 F35有不少缺点，但仍然是货真价实的4代机。歼15在他们面前依然面临代差劣势。我空军曾经长期承受 F22代差优势带来的巨大压力，对此有深刻体会。虽然我国经过长期的努力发展了米波雷达、无源雷达和不少反隐形战术作为反制手段，但效果都不太理想。事实证明，3、4代机之间的代差是很难弥补的，而舰载机是航母战斗群的主要武器，代差劣势在航母对决这个场景之下会进一步放大。舰载预警机的雷达性能无法与陆基预警机相比，对隐形目标的探测能力会有很大下降。E2C 的 AN/APS-145雷达对小型飞机目标探测距离为270公里，而对同样的目标空警500的探测距离在450公里以上。航母有限的容纳空间和跑道长度限制了空警600的尺寸和起飞重量，使其在预警雷达的功率、抗干扰能力、数据处理水平等方面与陆基的空警500甚至空警200都有差距。这就意味着空警600难以在歼15对抗 F35的时候给它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援，在海上无法配置密集的传感器支持反隐形作战。虽然我国大型水面的战舰普遍装备了米波雷达这样的反隐形传感器，但航母的护航舰只毕竟是有限的，无法形成像国土防空系统那样密集传感器的接力配置部署，无法用扩大对隐形飞机下半球的探测角度来拓展防御纵深。反舰弹道导弹都无法替代的003型航母，有很多人会说，在中国已经批量装备多种型号反舰弹道导弹的情况下，航母的作用下降了。这种观点又犯了苏联当年航母无用论的老错误。红海军企图用核潜艇代替航母，结果被美国航母舰载机组成的强大反潜网压制的抬不起头来。反舰弹道导弹虽然极具威慑力，但只能作为最后的底牌存在，在较低烈度的对抗中，它无法真正的发挥作用，而且也无法依靠反舰弹道导弹来维护我国的海洋利益。以陆制海是一种误解，真正能控制海洋的仍然非航空母舰莫属。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舰载4代机作为003型航母的主要武器，其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了，可以说无可取代。从长远看，003型航母必须配备舰载4代机。好在舰载4代机尽管如此重要，从属性上来说，只是航母搭载的一种平台化武器，它的进展迟缓不会像涡扇15至于歼20一样对003型航母本身的进度造成影响。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必不可少的3大件之一。有了舰载4代机，003型航母才能抗衡尼米兹，进而拓展我国的战略空间。也只有这样的003型航母才能对来家门口挑衅的美军形成更具体、更形象的压迫感。近日，有不少中国网友和军迷都在上海长兴岛和江南长兴造船厂拍到了国产003型航母的身影。虽然解放军还没有官宣，但海外的卫星图和飞机上拍下的各种谍照已经满天飞了。今天我就通过仅有的一些照片和资料来分析一下中国003型航母。在动力方面，003型航母采用8台蒸汽锅炉，4乘48.5兆瓦 A03 蒸汽轮机，功率为194兆瓦。至于为什么不采用女王级所采用的燃气轮机加综合电力推进系统，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国产燃气轮机未能达到女王级所采用的罗尔斯罗伊斯 MT30 燃气轮机的技术水平。但无论是使用蒸汽轮机还是燃气轮机，常规动力都似乎变成了军迷心中过不去的一道坎。不过在我看来，常规动力不代表落后，而核动力也不一定就代表先进，这之间
间要讲到中国海军的历史和经验了。中国海军从来都没有核动力水面舰艇，所以无论从核动力军舰的运营经验还是技术储备来看，中国海军都无法和玩了13艘核动力航母、若干艘核动力巡洋舰、驱逐舰的美国海军相比，并且核动力航母还有造价高、出勤率低、维护费时费力等缺点。即使其拥有动力充足、航速较高、续航能力强等诸多优势，但由于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补给舰都无法达到此航速和续航标准，所以为了配合编队航行，核动力航母也不能发挥它的性能极限。由此可见，常规动力航母显然更加经济，况且也更符合中国海军当下的战略。毕竟走路不能走太快，走太快了可是会摔跤的。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